说起欧洲，第一个肯定不会想到保加利亚这个冷门的国家，无论是在体育项目，还是旅游热门点，或是移民国家，保加利亚你都排不上前列。保加利亚实在太少观光客来啊，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加可能有这些文化，这些历史，可能也不知道乳酸菌、玫瑰香油都源自于保加利亚，而且名声呢享誉世界。保加利亚是继希腊以及意大利第3多古迹的欧洲国家，从公元1年前就被罗马帝国来统治。还有保加利亚人的长寿法宝优酪乳，一个保加利亚人的家，因为冰箱会塞不西不，但是绝对会有优酪乳。从马其顿开车穿过了山林绿野，越过了平原村落，来到了里拉修道院，是最著名的东正教修道院啊，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历史、建筑古迹之一。修道院隐秘在保加利亚西南边的里拉山自然公园内，坐落在海拔1147公尺的里尔斯卡的河谷中。这整个修道院建筑占地面积达到8800平方公尺，我觉得修道院很震撼啊。进入到里拉修道院，1983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里拉修道院建于西元10世纪，是保加利亚最重要的文化、历史、建筑古迹之一。而修道院的图像在1999年发行的1块钱的保加利亚的钞票背面呢，它也印上了里拉修道院了。那教宗真福若望保禄2世呢，曾经也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拜访过这里。你看，这个是大天使，我觉得这一个里拉修道院呢，有别于一般你所看到的东正教的教堂啊，因为这里的建筑带有强烈的拜占庭的风格，我觉得这个跟保加利亚的历史、跟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来在这边看到拜占庭的建筑，带有那么一点点的所谓的伊斯兰风格，然后却看着非常严肃的东正教。旁边这一列呢，其实都是你朝圣的时候可以选择入住在这边的 hotel 哈，所以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修道院呢。看完了美丽的里拉修道院，你知道保加利亚的历史吗？那谈保加利亚的历史之前，那保加利亚的100岁老人比例是全欧洲最高的，你知道吗？那是因为保加利亚的膳食结构里面饮用优酪乳的数量居各国之首。待会我们再来聊聊。那我们现在先来到了东正教在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之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教堂。如果你来到这边，你会发现保加利亚的明信片通常上面印的图案就是这一座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教堂座。
那比较有趣的是，这一座教堂的历史啊，建于1904年到1912年。这座教堂主要是为了纪念当时帮助了保加利亚脱离奥图曼帝国而死去的俄罗斯士兵所建造的。这个教堂最高的钟塔高度呢达到了53公尺，而且它的圆顶呢都是镀金的啊，里面用的都是意大利的大理石、巴西的玛瑙等高级的材料来点缀。一般进来对，来个看嘛，这一个教堂里面它的建设如何？听说好几年前有一个乞丐用了10几年存下来的钱，把这些钱捐给了教堂，让他们修复这一个屋顶。我倒是觉得他应该是救济其他的穷人是比较适合的啦啊。那无论如何，这里绝对是你来保加利亚的重头戏之一。来吧，我们来欣赏这一个东正教教堂。这座教堂的圆顶、钟楼、拱形窗户跟门道，还有抬头仰望中央高148英尺、大概45公尺的镀金拱顶啊！走进来这个大教堂里面，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这座大教堂都提供了绝佳的拍照视野。进到教堂的内部，你可以探索5座天花板挑高的教堂中殿。还有这个由高大的拱门相互连接、棋盘状的地盘，你看看这个拱顶上面超美啊！那在这里面的吊灯啊、彩绘玻璃窗啊，进来这里面你会赞叹不已东正教教堂里面的艺术啊！这里面很多的墙壁装饰了无数的壁画，描绘的都是保加利亚以及俄罗斯圣人的故事场景。还有呢，这里面还有沙王斐迪南跟他的妻子路易斯令人印象深刻的马赛克的镶嵌壁画。那当然呢，这里有的人还会走到他的地下室啊，看到宗教的这个画像，还有你知道，在教堂里面通常都有埋葬圣人的陵寝啊。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还没有虔诚到这个样子了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是用艺术的眼光去欣赏这些壁画，就很棒喽。我们前面有了解到了你对保加利亚了解有多少呢？但是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年6月初的第一个星期日是传统的民族节日玫瑰节，人们到玫瑰谷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他们认为玫瑰花象征着保加利亚人民的勤劳、智慧，还有酷爱大自然的精神。因为玫瑰呢片生的芒刺是保加利亚人民在奥斯曼帝国跟纳粹德国前英勇不屈的化身，所以它又有玫瑰之称。保加利亚这个国家，保加利亚有3宝：优格、玫瑰、葡萄酒。那优格也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保加利亚健康长寿的秘方，也是保加利亚餐桌上的必备。20世纪初啊，发现了在19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呢，在对36个国家人口寿命数据进行比对后，发现保加利亚的100岁人口比例最高啊。科学家来关注了保加利亚的饮食，这很多人不知道啊。那原来保加利亚的优格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有益菌，这种菌在酸化了牛奶跟羊奶的同时呢，能够使奶制品呢稠化而不变质。这种发酵的成分甲杆菌后来变成被命名为保加利亚乳杆菌。那荣耀了保加利亚不凡的优格的成就啊。那保加利亚对优格的产品的要求了，就变成很重要喽。而且呢，对他们来讲啊，每立方厘米的优格当中要有800万个保加利亚乳杆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优格。而这些优格，也就是它独特的地方啊。而且听说啊，只有保加利亚做得出来啊。
那难怪它这里会被列为了保加利亚的三宝之一啊。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索菲亚一词呢来自于希腊语，意思是智慧啊。索菲亚就是智慧之城，这一座玫瑰之都，因为城中有建于6世纪拜占庭时期的圣索菲亚教堂而得名呢。而在地理上，圣索菲亚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中心地区。那我们现在，你知道这里是哪？我们走到了总统府啊，经过了公园，经过了教堂，我们走到了总统府。我们准备来看看卫兵交接。我们可能要小声一点哦。像要下班，总统要下班，是贵宾要下班。你两个要走来这边。我们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啊，那首都索菲亚其实这个城市几乎是盖在罗马帝国的古迹上，不为过。你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得到整个地下全部都是罗马遗迹。你可以发现这个教堂是盖在倒塌的罗马遗迹上面啊。你可以看得到这里所有的建筑都盖在罗马遗迹上面啊。那保加利亚有许多的罗马遗迹，但是人们对于古迹保存的概念还不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在这边很多的集团呢，他们买地要盖的时候呢，有时候挖就挖到罗马竞技场，哎呦天哪哈！所以呢，在这边呢，有多少的古迹被埋在底下？因为毕竟这里以前是罗马的领土啦。一个首都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交通系统，但是首都索菲亚地面上有许多的电车以及公车轨道，很便利。但是呢，捷运呢，这只有2条。想到你看看我们现在走到地下室来了，整个保加利亚索菲亚这个首都地底下几乎全是罗马遗迹啊。那因为身为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每挖几下，它就会遇到古迹。挖到的古迹呢，其实不只有罗马时代，还有呢最强壮英勇的色雷斯人的遗址啊。所以从1960年开始规划捷运，1990年才开通，它的捷运整整花了快30年的时间。而我们上面呢，其实呢也就可以看得到索菲亚的雕像，有看到吗？在市中心，索菲亚的雕像是城市地标的象征，市区以它为一个中心点。索菲亚雕像站在高耸的石柱上面，高达了24公尺，远远就可以看到这一座雕像。原本树立在这里的是列宁雕像啊，后来共产党政治垮台之后呢，才改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圣索菲亚的雕像。所以在这边看到它的国旗，可以看得到圣索菲亚教堂，还有圣索菲亚雕像有着金色的皮肤，一袭黑色的长袍。然后呢，他刚刚左手站立的是猫头鹰，象征了智慧；右手拿着月桂冠，代表了胜利以及和平以及保护城市的意义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前面呢，还有一条大道，顺着大道，我们一路上就可以看得到许多的教堂、公共建筑跟国家机构等等。